一直跟着我幹啥？餓了？给他整点。来，小伙子，吃饭了。这一趟趟的往我手上飞，就是不吃东西，可能就是一天没看到我了，想在我这裡站2分鐘。食物放这裡，他马上就開始吃了。惡霸也過來了，這家伙今天被淋成落湯雞了。昨天晚上下特別大的雨，一直下到現在，雨剛停一會兒，所以說我趕緊出來看一圈，這幫小家伙們都怎麼樣了。這個小惡霸肯定沒啥事兒啊，狂風暴雨對他一點影響都沒有，生存能力特別強。這個鴨子我發現它就不能出來，只要出來之後沒完沒了的叫，吵死人了。這是孵蛋去了，最近是它的孵化期，感覺它的脾氣特別大。我们去看看鴨蛋孵化到啥情況了，好久沒看了。我好像聽到小鴨子的叫聲了。哎，這黑不拉幾的是啥呀？真是一隻小鴨子，這麼巧嗎？我一過來就看到小鴨子出殼了。這黑不拉幾的，一看就是3號的孩子，身上的羽毛還是濕的嘞，估計就是剛出殼一會兒。這一顆蛋馬上也要出殼了，沒有輔助，它們也能自己出殼。另外這一顆蛋，等一會兒照一下。我感覺晚一點要把小鴨子帶到保溫箱，但是又不忍心讓它母子分開。主要是我這裡養的各種小動物都有，小鴨子出去之後很危險，死亡率是很高的。哎，晚點再說吧。哎，你別一腳把孩子給踩死了，這家伙怎麼看着都不靠譜啊！這個豆芽在這個位置也孵化了一窩鴨蛋，感覺應該有好久了，還沒有出殼的跡象。等一會兒還是照一下，看一下啥情況。對的，我在這裡找一個人，之前有一個兄弟是同城的，問我要鴨蛋。當時我說反正也沒多遠，到時候孵化出小鴨子直接送你一隻。這一隻小鴨子就是我給這個兄弟留的，但是後來我不管怎麼找都找不到這個兄弟的聯繫方式了。這一隻小鴨子已經長這麼大了，如果這個兄弟看到了這個視頻，趕緊聯繫我，我一直給你留着再來。這也是第一次出現小鴨子都這麼大了，找不到它的主人了。這個雨的確是有點狠，看這個小兔子腳都髒了，沒關係，明天就是大晴天了。這個一到下雨天，鴨子的優勢就出來了，它們的羽毛可以防水，下再大的雨它們都不怕。但是兔子這些可就遭殃了。對的，晚一點我要把小柯鴨轉到保溫箱去，以防被這個家伙給禍害了。兄弟們，我要撤了，這個家伙在扯我的腿毛，我現在有點慌啊。這該死的狗子，這是你睡覺的位置嗎？別人在這裡曬個種子，你躺裡面睡覺。這小子在家一刻待不住，又跑到另外一家去了。明天就把它拴起來。這下你跑不了了吧？這該死的兔子，一天要越獄800次。剛在別人家菜地偷吃南瓜，被我逮到了。回來之後，我把布丁以前小的時候的鐵鏈找出來了。這一下終於派上用場了。狗鏈拴兔子，你們見過嗎？這家伙天天越獄，在野外待了很長時間，現在野性越來越明顯了，和我也不親了。剛剛我還說用鐵鏈拴着，帶它出去吃吃草，培養一下感情。沒想到失去自由的它沉默寡言，動都不願意動一下。看一下你的小夥伴，不聽話被拴起來吧？你要是不聽話，結局也是一樣的。來，過來，狗子，交給你一個任務，你帶着兔子出去溜達一圈，培養一下感情。我覺得自己真的是一個人才。看，這樣把它們拴在一起，兔子就跑不掉了吧？而且特別安全，還有一個保鏢。本來我是想讓布丁帶着兔子玩的，結果你們看一下，這反客為主啊！兔子把布丁帶着到處跑，越跑越遠。還好拴着在，如果不拴着，也不知道兔子又跑到誰家的菜地去了。這狗子也是個奇葩，居然被一隻兔子帶着到處跑，兔子去哪裡它就跟到哪裡。這是產生分歧的嗎？我們看一下誰聽誰的。看，最終狗子還是跟着兔子。
這不滿足狗子的願望了嗎？它就喜歡和兔子玩，這一下想跑都跑不掉了吧？不過這也不是长久之計啊，先把狗子給放了，兔子肯定是不能拴着的。事實證明，兔子散養久了不互動真的不行啊。這家伙現在是越来越野了，而且自從我的菜地被我挖出來種菜以後，它没地方吃草了，就去別人家的菜地天天偷。每次我去抓它的時候，它都跑得特別快。它知道我要把它關起來，但是放在外面肯定是不行的。來，你們倆現在可以在一起玩一會兒。我猜这狗子看到兔子都有心理陰影的。看，它直接換地方了。長這麼大，被人牽着也就算了，今天被兔子牽着。好嘍，你也可以被關起來的，大概率這個狗子以後不會和你玩了。你小子記住了啊，以後不要什麼動物都過來湊熱鬧，指不定下次是啥動物溜達你了。差點忘了，剛剛裝兔子的這個箱子還放在這裡忘拿了，這狗子還在這裡幫忙守着嘞。謝謝你啊，你真是一條好狗。箱子帶回家放好之後，發現狗子這樣看着我，幹啥呀？你這是咋了？沒小伙伴玩啦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餓了，今天還沒餵呢。這個好說啊，我去給你搞點吃的。等一會兒啊。狗子，想吃東西嗎？來，過來，給你搞一點你從來沒有吃過的東西。中秋節沒有吃完的月餅，據說今年的月餅都沒人吃了，是真的嗎？我一直覺得月餅還挺好吃的，看這個顏色就挺好吃的。我先來一口。哎呦，這味道還可以啊，味道還不錯。又來了一口，剩下的給狗子吃，狗子不吃給隔壁的貓吃。隔壁的貓是聞到味兒了是吧？我一說要給狗子搞好吃的，它就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了。來試一下，看狗子有沒有興趣。這麼好吃的你咋不吃嘞？我都干2口了。還是這個貓不挑食啊，給它馬上就吃了。誰說這個月餅不能吃的？看我和貓吃的多香。給你的時候你不吃，人家貓吃的時候你還在旁邊流口水。哎，你吃你吃，我就不信了，狗子连月餅都不吃。它好像觉得有毒一樣。算了吧，讓貓吃。那個貓吃了2口也不吃了，看來他們對這個月餅都沒啥興趣啊。等一會兒給果凍試一下。今天早上太陽挺不錯的，好像升溫呢。看他們倆玩得多開心。今天還沒敢餵吃的嘞，馬上去搞點火腿腸給狗子吃一下。這狗子太挑食了，它特別喜歡吃那個雞肉牛肝，但是每周只能給它吃1次，不然的話養不起啊。這火腿腸它也不吃，等會兒給隔壁的貓吃吧。貓怎麼也不見了？然後再搞個月餅給果凍試一下，它是不挑食的。完了完了完了，這個月餅連果凍都不吃，這是怎麼回事啊？這我吃起來味道還可以啊，你也不吃是吧？你們這一個個的現在生活過好了是吧？連月餅都不吃，算了吧，放這裡讓螞蟻吃，要不是狗子舔過，我就把它給吃的。其實味道真的還可以哦。兄弟們，再過幾天就要放國慶節了，你們有什麼安排嗎？猜一下，我拿刀去幹啥？這不國慶放假哪裡人都多，所以說嘞，我準備去山上砍一根竹子做一根魚竿，沒事在河裡面釣釣魚，多省心吶。路過河邊的時候先過來看一下資源怎麼樣，好久沒來這裡釣魚了。就你们釣魚佬的專業程度上來看，這裡的魚情怎麼樣？有沒有搞頭啊？對的，順便讓貝貝在這裡面洗個澡，又節約了不少水。走吧。哎呦，剛到河邊，看我看到啥了？一條擱淺的小白條，這還挺大的吧？看這個塊頭，和貝貝差不多長了。還好遇到我了，你運氣真好。放生，早點回家。從這個情況上來看，這裡的魚真的很多啊。看來在這裡釣魚是沒有錯，可惜今天魚竿都沒有。這個家伙膽子有點小，也不洗澡，算了算了，我們還是去找魚竿。
在山邊撿了一根，剛加工了一下，其實還可以，就是太重了，不要了。山上好多小動物啊，剛2隻小松鼠在這裡吃板栗，可惜它們的速度太快了，沒拍到，尾巴特別大。這些板栗都沒人要，都是野生的，所以說基本上都是被野生動物給吃了。這玩意兒居然沒被野生動物給搬走，山上也挺多的，可能是還沒成熟吧。我們就在這個位置找一根趁手的兵器，砍了2根，加工出來看一下什麼情況。感覺一般般吶。這一根挺長的，但是有點重，不合適不合適。這一根稍微好一點，哎，但是不喜歡呢。再找一下，這一根還可以，就是有點短，差不多1.8米這個樣子，將就一下吧。反正我对釣魚沒啥講究，愛上不上。看，在旁邊的地上還看到一個鳥窩，這真的是走哪兒都能碰到啊。這是白頭杯的鳥窩，應該是別人在這砍竹子的時候給它弄掉的，是個空的。走吧走吧，我的目標魚竿已經找到了，可以回家了。等這幾天有時間就過來釣魚。回來了，這狗子真聰明，它知道我帶着貝貝，它今天乾脆不跟着我一起了。回來之後看到貝貝在我頭上，它立馬離我遠遠的，它也害怕把貝貝給嚇着了。好，國慶節放假，到時候釣魚我就帶你去。自從柿子要成熟之後，每天都是各種鳥在上面偷吃啊。我過來找一下鳥，看一下八哥啥的有沒有在上面。發現這貨正在這裡偷吃的，看這個柿子已經吃了一半了。這裡還有幾隻魔術鴿，你們幾個吃糧食的待在這裡幹啥呀？水果又沒興趣。今年的柿子長得挺好的，不過越來越少了，都被這些小鳥給偷吃了。這個柿子已經被吃了一半了，已經成熟了。都這個季節了，蜜蜂還来湊熱鬧嘞。我們要小心一點啊，被蟄一口不得了啊。反正這些柿子每年我們都沒摘過，全部都留給小鳥了。今天來選一個，等一會兒看一下狗皮膏藥吃不吃柿子。這一個應該成熟了。就你呢，還破了個洞。這幾隻絲光椋鳥天天不是偷小雞飼料就是偷面包虫，這幾天又天天開始吃柿子，所以說它們也不跑了，就在家門口附近，反正總是有吃的。這裡還有一隻公的，母的去哪裡了？看這吃的多開心吶，所以說根本餓不到它們呢。母的也被我發現了，都在偷柿子嘞。你们对比一下，母的是不是長得比較醜，公的顏色特別漂亮。走啦走啦，我們站在這裡，其他的野生鳥想過來吃柿子都不敢靠近，不打擾他們。哎，你這家伙，你怎麼不去吃柿子啊？在這扯我的多肉。這是餓炸毛了還是剛洗完澡啊？應該是剛洗完澡，也餓不到它。這2隻小八哥也是天天飛到家裡面去偷吃小雞飼料。我去給他們做個消音器，可能家裡放的飼料沒有了，好久沒做消音器了，不得已啊，不然的話他們天天偷吃我的多肉，難搞哦。特別是這2隻小八哥，自己天天也不出去找食物，準備啃老嗎？哎，明年繁殖期到了，你們2個趕緊跑吧啊！這2隻八哥就是今年別人給我的蛋，然後我孵化出來的，已經換好羽毛了。這一隻絲光對消音器還有興趣嘞，主動飛到我手上來了，把八哥都趕跑了。看，換好羽毛後的絲光椋鳥，太好看了。而且他們幾個好像還偷偷的學會了說話，應該是和二驢學的。我聽到過幾次，不知道哪一隻。消音器吃完了，放一個柿子放在這裡，記住這個味道啊，吃完了就自己去摘，不要再偷吃我的多肉了。快去，都嘗一下柿子的味道，食物太多了，總是偷吃我的多肉幹啥嘞？這個絲光換好羽毛之後真的太好看了，希望明年它們能在我們家附近繁殖，預計不出意外的話不會跑。回家休息一會兒，太吵了，一群麻雀都在偷狗子的飯吃，嘰嘰喳喳的，太多了。兄弟們，
誰家有漂亮的公鴿子，給我整一個。招架不住了，我家的鴿子孵化出來的小鴿子，清一色全是紅色的，沒有一個其他顏色的。上一窩的2隻都這麼大了，清一色的紅色。要不是都送人了，現在我家有幾十隻同款鴿子，所以我決定把這一隻公鴿子給換掉。上一次不是跟大家說這一對鴿子在老鼠堆裡面繁殖嗎？都這麼久了，我懷疑這蛋是廢蛋，等一會兒看一下。因為長得都差不多，我現在都有點分不清了，這是哪一隻啊？搖手，哎，那就是比較親人的母鴿子，這一隻我要留下。現在把這2顆蛋帶回去做個產檢，看一下啥情況了。這環境我招架不住啊，周邊全是老鼠屎。不過因為是散養的，他們自己選的環境，我也沒有干預，沒辦法。大兄弟，趕緊讓開哦！我一拿蛋他就咬我。我只是幫你們做個產檢，沒事沒事啊，你出去玩一會兒。看這環境真的是危機四伏啊，周邊我還嚇得有老鼠夾，不過開關都關了，他們自己叼草在這裡做的窩。剛把蛋拿出來他就過來了，應該孵化了有10多天了，用手電筒照一下裡面什麼情況。看來的確是沒有受精，我就知道是廢蛋，因為拿在手裡重量都不一樣。一般正常情況下，孵化到第3天、第4天，裡面血絲都特別明顯的。廢了！早知道下完蛋之後，我就給它洗一洗，煮着吃了，那不香嗎？這又浪費2個鴿子蛋，放在這裡，等母鴿子過來看最後一眼，就把它們給丟了。母鴿子已經過來了，它好像還認識它的蛋呢。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，你這是假孕啊！看看吧。馬上就丟了。然後誰家有多餘的漂亮的公鴿子啊，給我整一個。我這不能每一次繁殖出來都是一樣的，這個基因強大到讓我頭痛，每一窩都是一模一樣的。現在把這2顆蛋丟了吧，最近要抓緊時間給這只母鴿子找一個其他品種的。今年的這2只小八哥臉皮是真的厚，你不管弄個啥它都要過來看一下，膽子特別大。看，我把蛋給丟了，他們終於不進窩了。等着啊，我抓緊時間給你再找個對象。別急，你們這4個家伙是準備啃老是吧？剛我說給土花梅搞點面包蟲，結果這4個家伙一下就飛過來了，直接把那一只小土花梅給嚇飛了。我剛剛把1盒面包蟲都倒給他們了，還好，吃飽之後集體上樹吃柿子去了。還有幾只野八哥，這上面我已經分不清了，他們現在天天和野八哥混在一起。趁着這個功夫，趕緊找一下那一只小土花梅。看黃豆地裡面好多土花梅呀，我猜我的那一只應該不在裡面。哎，絲光和八哥也飛到黃豆地裡面去了，正好，不要打擾我找土花梅。這幾個搅屎棍，我真的是越來越頭痛了。我已經發現它了，在這棵桂花樹裡面找一下吧。在這裡發現它了，這家伙別人撿到給我送過來，到現在養了差不多2個月了，還不會自己找東西來。所以說今天一大早就把它放出來了，鍛鍊它一下。餓了就趕緊過來呀，食物都給你準備好了。我猜它又餓了一早上。因為這個季節本來食物就不好找了，而且它學習的速度特別慢，現在每次還等着我餵它呢。不過問題不大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它慢慢的總會自己捕獵，只不過在這期間一定要小心流浪貓之類的。1號天敵呀，我把它從樹上給拐下來了，還等着我給它餵吃的呢，到現在還沒開始換羽毛，所以說在這個期間一定要給它增加營養，免得到時候營養不夠直接暴斃的。一段時間沒有給它挠癢癢了，我這手法還是這麼熟練，它還是這麼喜歡，很享受。趁着那幾只搅屎棍飞走了，趕緊給它搞點面包虫，補充一下營養。哎呀，我也挺喜歡給它挠癢癢的，特別配合我。好了，我去給你搞吃的呢。放地上你自己吃吧，免得你總是讓我餵你。
一口氣吃了7條面包虫，還沒吃飽嘞。吃完了，等一會兒給你拿吧，已經沒有了。這個鑷子真的是多功能的，可以給它餵食物，也可以給它按摩。不過還是沒有我手舒服吧。等一會兒再給它拿一點面包蟲，根本沒吃飽啊。這家伙是今年尾窩的，預計最近直接給它放生有點不現實。等它一邊換羽毛一邊野化，我去找一下那幾只搅屎棍，就剩它一個還在這裡吃柿子。我估計其他的幾只和野八哥一起飛到別的地方去的，也挺好的。最近飛得越來越遠了。好多人都說黄花的玄凤鹦鹉是比較蠢的，我告訴你們，這玩意兒比那個玄凤鹦鹉還要蠢100倍。它在這個地方站了1個多小時了，我拿腳踢它，它都沒反應。這是別人送我的白色的魔術鴿，我是不想要的，覺得這玩意兒實在是太蠢了。之前我就養過一次，最後因為去池塘裡面洗澡淹死了。這是第一只在池塘裡面淹死的鳥，所以說特別蠢。這一只也差不多，特別笨，它對任何動物都沒有一點點警惕性。我們家養那麼多小動物，近距離都特別怕狗子，看這家伙是一點都不怕呀。把它丟到狗子背上，它都不知道飛一下的。實際上它的飛行能力還是挺棒的，就是不願意動。来，狗子带它走2步，看一下，它都不願意動一下。哎呀，所以說把它放在外面我都不放心吶。這就是為啥別人送我都不願意要。遇到貓它也不怕，見到一點反應都沒有。不過這只貓目前比較小，没有什麼殺傷力，風險係數很低。也就這2天天氣比較好，把它給放出來了，讓它在外面溜達一圈，熟悉一下環境。跟着我另外幾只魔術鴿，現在還好，飛出去也知道回來。就是這個智商實在是太低了，一點警惕性都沒有。站這裡，和其他的幾個兄弟好好學習一下警惕性。別看我這灰色的魔術鴿是從小養的，看起來傻傻的，實際上警惕性特別高。我一伸手馬上就跑了，被果凍咬死的那一只純屬是意外。就這個警惕性完全不是一個級別的。就這玩意兒，不管是在哪裡，只要是你一伸手，馬上就可以把它抓到。別看它這麼傻，吃東西挺積極的。這個素狼任何時候都是鼓鼓的，所以說挺胖的。我剛才不是给它放到這個位置嗎？另外一只魔術鴿已經飛走了，然後我就回家了。等了這差不多有大半個小時了，我出來它還站在這個位置，和烏龜一樣，都不願意動一下。所以說這就是為啥別人送我都不願意要。要不是想着家裡還有幾只魔術鴿能帶一下它，我都不願意接手這玩意兒。重點是別人還送了一對，看還是挺好看的，就是有點笨。因為我比较喜歡散养鳥，所以說也挺擔心的。晚上天快黑的時候，他和其他的魔術鴿上樹了，他们每天都在樹上睡覺。這一只剛剛都差點睡着了。看一下樹上還有好幾只魔術鴿，每天都在這裡睡覺。你小子小心點啊，明天就把你關起來了，不然的話我都懷疑貓給你抓走了，你都不知道反抗一下，太傻了。自從前幾天我發現我放生那只小八哥失蹤以後，每次在戶外看到八哥群，我都要過來看一下，但是一無所獲啊。這一群也過去看一下，不抱太大的希望啊，全部都飛走了。然後這個家伙不知道從哪裡飛過來的，可能剛剛也是和他們在一起。這是另外一只失蹤的那一只鳳冠，沒有這一只大。結果狗子又過來了，把這只小八哥也嚇跑了，飛到別人家菜地去了。剛那幾只野生的，我看到他們又去我們家門前偷吃柿子去了，把這個家伙也帶過去，必須跟上他們的隊伍。回來之後發現田裡面有2只，柿子樹旁邊還站了3只，他們這一個10只的小隊伍，現在加上我们家這一只就剩6只了，還有4只失蹤了。我說他們怎麼都在旁邊看着呢？原來有2只惡霸在這裡，這2個家伙在這裡，其他的任何小鳥都不敢靠近，因為他們找不到食物的時候，其他的小鳥都是他們的食物。別說這個顏值真好看，
走，我过去摘几個柿子給八哥吃。哎呀，這個柿子的數量是一天比一天少啊，這都還沒成熟嘞，都被他們給吃光了。我就隨便摘一個吧，隨便摘了一個不怎麼好看的，就放這裡給小八哥吃。你這跟着野八哥混，3天饿9頓吶！那幾隻絲光天天靠偷麵包蟲、偷柿子，混得風生水起。這隻八哥還差一點，不過也還好，他的野生兄弟還在這裡等着他嘞。因為怕人又怕南雀，所以說不敢過來吃。這家伙吃的可真香啊！我去看一下柿子樹上面什麼情況了。那2隻惡霸飛走了，又來了好大一群鳥，都在這裡搶柿子嘞。我每天都會在這裡看一下這幫小鳥吃柿子，覺得挺有意思的。不過柿子數量越來越少，可能馬上就看不到了。就看了一會兒小鳥吃柿子，回頭一看，八哥已經跑了。看這個柿子被他吃了，他好像已經跑到田裡面去了。剛看到和幾隻野八哥待在一起，另外一隻八哥肯定是出意外了。希望這一隻好好的，正在田裡面呢，不管它了。前段時間我不是說要給我家這一隻母鴿子換一隻公的嗎？因為它總是下蛋，下的特別多，但是沒有孵化出小鴿子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們這個家族繁殖出来的後代顏色基因特別穩定，所以我想換一下其他的品種或者其他的顏色。結果這個事兒我說出來之後，有幾十個兄弟要給我送鴿子，我真的特別感謝你們。後來我就選擇了有一個兄弟家養的淑女鴿，是一隻公的，但是要給我送過來之前，他出差了，要1個月之後才能回來，所以到現在為止還是沒有鴿子。在這期間，這個家族的鴿子也沒閒着，又開始搞孵化了。10多天之前下2枚蛋，我今天来看一下啥情況。我估計是孵化不出来。你們這是狗變了吧？動不動就咬人，脾氣異常的暴躁。還好我皮比較厚，我是不怕的。搞得還挺認真的，結果一直都孵化不出来，有啥用哦？而且每一次都選擇在老鼠堆裡面做窩，真是服了他們了。這個公鴿子的智商有點低呀。我把蛋拿走了，然後它還在那裡孵化，我放在它前面，它都不知道把蛋給拿進去。你們應該記得我以前把鴨蛋給拿走了，鴨子是什麼反应吧？放到旁邊，它马上就用嘴巴給勾進去的。這鴿子都不知道把蛋給帶回去，難怪每一次孵化不出來。我現在終於能理解了，就這種孵蛋模式能孵化出小鴿子嗎？我準備看一下蛋有沒有受精，我預計和以前的情況一樣。我剛用手電筒照了一下，裡面啥情況都沒有，廢了。我剛剛把公鴿子給趕走了，然后它又回來了，結果它還是這個樣子。難怪孵化不出來了，理解。蛋已經被我拿出來了，反正也沒啥用了，帶給母鴿子看一下，然後就丟掉。哎，這哪一只是母鴿子啊？這個基因強大到長得都一模一樣，我都分不清了。這一只就是母鴿子，我測試出來了。它以前特別喜歡追我，跟個偵探一樣，我走到哪裡它跟到哪裡。現在對我有點距離感，等到那個兄弟回來了，我就給你換個鳥爸。現在的鳥爸太不靠譜了，難怪每一次孵化不出小鴿子。而且我也想換一下其他的顏色，每一只都長得一樣，吃的我都擔心影響智商。剛還挺怕我的，這一會兒又開始咬我了。最多10天8天的就給你換一個，到時候孵化出來的小鴿子就是其他的顏色和品種啦，我們一起期待。咋了？追了一只猫追到樹林裡面去的，很了不起是吧？還在跟我炫耀嘞。剛刚把一只黑貓追到樹林裡去了，然後过來就，你小子想親我是吧？還好沒親到。追的一只貓都不知道自己姓什麼了，特別高興，好像要問我要獎勵一樣。也就跟着我的時候它膽子比較大，平時我聽鄰居說經常有貓欺負它，它都不敢反抗。這狗子真的有點狗仗人勢哦。你一直盯着我幹啥呀？還舔舌頭，該不是想吃我吧？今天我沒有給你帶吃的，等會兒回去給你搞點火腿腸獎勵你一下。走吧，回家去。回家的路上又遇到一只貓。嘿嘿，哎，
你怎么跑了？火腿肠不想吃了？这只猫好凶啊！顶住压力，不要怂。要不是我在这裡，狗子早都嚇跑了。算了算了，別找了，找到了你也不敢動它。挺會裝的啊，還在到處找貓。貓我都看到了，它假裝沒看到，當着我的面演戲的。這貓不在這裡嗎？那一隻貓剛剛從這裡跑了，我一看，我之前掛的葫蘆掉了，鐵絲斷了。不過也沒關係，現在鳥的繁殖季節過了，它們也用不上，帶回去曬乾，等到春天繼續掛。又發現了一隻貓，這一天跟着我出來好忙哦。不知道的還以為它是獵犬呢，實際上它特別溫順。回來了，回來了，答應給你搞點吃的，你在這裡玩一會兒，我去找找還有沒有火腿腸，順便把葫蘆放這裡曬乾，過段時間把這些葫蘆的籽兒給掏了，找個地方掛起來，明年讓野生鳥繁殖。回來，回來，這狗子閒不住啊！我就回家幾分鐘，它就跑了。你的狗腿子跑得可真快喲！來，答應你的火腿腸。好像有3、5天沒給它吃火腿腸了，都開始從我手上搶東西了。這一根吃下去好像不頂用啊。等一會兒給你搞米飯吃，然後裡面再加點火腿腸。不急不急啊，你先去玩吧。這就是我們家狗子下午要吃的飯，米飯加湯，還有骨頭、瘦肉之類的。晚點再給它餵。這狗子最近的飯量特別好，明顯長胖了一圈，希望越來越胖。